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56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白敬亭，广大少女们的梦中情人，连小王都对他朝思暮想，而他也是各大国产品牌当中签下来的流量明星当中为数不多会打球的艺人。而今天的主角，这一双轻狂 Pro 也是由他参与开发设计的一款篮球鞋。看到白敬亭同款这5个字，我相信就会有不少的美少女们给自家的臭男人购买这一个鞋款了。那这一双轻狂 Pro 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Chosen by fire. そう好きのな。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它可以达到几分呢？该说不说反正白敬亭穿肯定是好看的，但是换了我们嘛，就不一定了。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是以白色为主的，在鞋带孔上面用了几个彩色的尼龙布条，而在鞋面上面则有着玫红色以及黄色的点缀。不过在后跟处这一个拉环一样的东西我就不知道它到底是派什么用处的。球鞋的整体造型还是比较修长的，上脚之后不会有什么臃肿的感觉，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而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轻狂 Pro 的大底是用了全掌的普通橡胶，虽然并没有搭载自家的水泥克星，但是大底的橡胶硬度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并且纹路的粗细以及深度也都比较适中，打一般的塑胶场地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它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在任何的场地上它都能够拥有非常不错的抓地力表现，即使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它的抓地力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需要你去频繁的擦拭鞋底来保证它的抓地力。在大底方面的表现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水平了。而在中底方面，依旧拿出了自家最拿得出手的全掌氮科技，并且它的调教是非常软的，对于喜欢柔软脚感的朋友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福音。并且中底的缓震材料几乎全部被包围住了。虽然它的整体调教是非常软的，但是这样的全包围式设计，让它在拥有优秀脚感的同时，并不会出现任何因为中底形变过大而造成的这种稳定性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足弓处并没有任何的加固或者是加强。偏软的中底材料导致这一双鞋在足弓的支撑方面得不到保证，并且一上脚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球鞋的力线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内侧会稍微偏低一些，但是并不会特别的明显，起码比361度加的那一个新大3是要好不少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缓震方面的表现绝对是优秀的。全掌的氮气缓震科技在后掌的厚度是比较厚的，我穿这一双鞋实战的过程中是完全感受不到它的极限在哪里的。所以200斤以下的朋友穿这一双鞋，它的缓震绝对都是可以满足你的。而在前掌，它的厚度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下降的，它在前掌拥有着比较不错的场地感，重心是比较低的，较薄的缓震材料再加上全包围式的设计，让它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在突破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感受到任何的泄力感，再加上它非常棒的这个抓地力表现，对于喜欢突破的朋友来说，这双鞋绝对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并且包裹住球鞋中底氮气缓震科技的这一圈 TPU， 也让这一双鞋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得到了提升。鞋面的延展性是比较小的，如果脚型合适的话，那它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会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由于它的内部填充比较偏少，那如果鞋带系得不是很紧的话，在做一些变向动作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双脚在鞋内有着非常明显的位移，导致它在动态锁定方面会表现得不太好。而这一双鞋在鞋面包裹方面有着一个非常创新的设计，这是我在其他鞋款上面从来没有见过的。前掌的几对动态鞋带孔都是由一根尼龙布条穿过鞋带孔
来组成的。当你拉紧鞋带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调节范围是非常大的。拉紧之后，你能感觉到非常变态的包裹性，在动态锁定方面也会有一个质的提升，但是仅限于这4对动态鞋带孔的范围。在前掌部位拉紧鞋带之后，当我在做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变向动作的时候，依旧能够感觉到脚在鞋内的位移，并且这种位移并不小。那可能脚型略微偏宽一些的朋友会更加适合这一个鞋款，并且当你拉紧鞋带之后，它所带给你的包裹是非常生硬的、死紧的感觉。拉紧之后再去实战，不超过10分钟，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足部那一种血液不流通的感觉，非常的难受。设计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但是在球鞋的内部填充方面并没有跟上它的节奏。那如果内部填充能够做好，这双鞋在包裹的舒适性以及动态锁定方面，绝对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希望安踏可以继续使用这个鞋带孔的设计，但是前提是一定不能把包裹的舒适性给丢了。不过它的鞋面支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脚型合适，它绝对会提供一个非常优秀的鞋面支撑。球鞋侧面的鞋面强度本来就比较不错，并且在最容易凸出去的一个地方还压了一块热熔材料。中底的 TPU 也上翻至了鞋面，侧向支撑是完全 OK 的，并且中底的平面大碳板以及球鞋侧面的 TPU 键上面这一个小开槽，让它在弯折点方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整体鞋身刚性并不是很高，用手不用很用力就能把它扭弯。在实战的过程中，我在做一些变向动作或者是后撤步的时候，也能明显感觉到球鞋的形变。所以体重偏大或者力量比较好的朋友，你如果比较喜欢做一些变向或者是后撤步动作，那这一双鞋尽量还是不要选择了。并且跟大家预告一下狂潮4代也有着同样的问题，一模一样。而后跟内部置入了一块硬度比较高的钢宝，并且面积也非常大，让它在后跟处有着比较不错的支撑以及稳定性表现，并且球鞋的大底以及中底在前后掌都有着明显的外扩设计，让它在稳定性方面表现的没有问题。在重量方面，单只42.5码的轻狂 Pro 重量是399克，那400克左右的一个重量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并且它的重量布置是非常合理的，穿在脚上的感觉会比同等重量的球鞋更加的轻质一些。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7分，这一双鞋确实在设计方面有着亮眼之处，并且在配置方面也算得上是安踏旗下比较高端的一个配置了。但是在实战方面，它确实有着不小的缺点，最明显的就是鞋身的刚性了。那如果你的打球强度并不是很大，或者你的体重比较轻，力量不强，那这一双鞋确实可能会有着一个比较不错的穿着体验。但是，一旦你的实战强度是比较大的，那这一双鞋的刚性是无法满足你的。所以养生局可以买，强度大一点的话，还是考虑一下别的鞋款吧。并且现在5开的价格，我觉得也算不上好价。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5，在内长方面会有一点点的偏长。不过由于预算有限，所以我并没有尝试再购买一双42码的回来试一试。但是它在拉紧鞋带之后，实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去试穿之后再进行购买。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